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晚上的课。那我们昨天呢，就是讲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然后简单的讲了菩提心的功德。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准备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首先我们听课之前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为什么要这个发菩提心为什么要修这个无家行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佛。因为如果不成佛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必须要成佛。成了佛以后才能够让一切众生这个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要成佛。那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课，然后就一步一步的修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决心那这个决心就是这个发菩提心首先大家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首先我们昨天虽然是讲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但是呢讲得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讲的是特别的简单没有展开的讲所以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大家自己去阅读华严经还有相关的很多很多的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大乘佛教的这些佛经都有讲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就是都有讲慈悲心的这个功德。首先我们必须要看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些法修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修这些有什么样的功德这些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不了解的话，那我们修心就是这个没有动力所以就是首先必须要去了解然后了解好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比较用功，比较精所以这个去了解这些功德呢非常的重要然后佛在大乘佛教的佛经就讲了4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当中有2个是跟这个菩提心有关系一个呢就是菩提心发菩提心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所有的众生发这个慈悲心四无量心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其中这2个都是跟这个菩提心有关系所以我们发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在大乘佛教里如果不发菩提心就是没办法修大乘佛教，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高度的重视，这个特别的重要。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呢有很多种菩提心的修法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这些方法呢我们之前都有讲全部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都讲过了，已经讲过了，曾经都讲过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如果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不讲的话，其实也已经有这个之前的这些视频还有这个书这些都是现成的，这些都有大家自己去学习，然后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菩提心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是也得要就重复一下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菩提心的修法当中呢，有比较简单的还有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些都有我想，因为我们之前呢就反复的讲过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比较清楚了，这些修法可能是至少理论上是大家比较明白的。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去实实在在的去修那么就是仅仅是在这个理论上明白了那也是没有用，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在这个半年的时间当中大家一定要就是要修一修这个菩提心这个因为这菩提心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就是这半年当中呢，我们就先不考虑去做其他的这个功课就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上面这样子的话，我想可能半年过去了以后呢，如果还没有标准的菩提心，那也应该是有一比较好的这个开始，也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铺垫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的话应该是这个也一定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这个花这个这么一段时间大家来修。那这个修法当中呢，我们今天先这个介绍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里面的比较简单的这个修法然后呢，下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再这个介绍其他的修法。一般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大部分的修法就是通过阿底峡尊者这样子传下来的这种菩提心的修法的话，那就是知母念恩报恩这样子的这个修法首先是知道这个所有的众生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尤其是曾经做过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曾经做过了我们的母亲这叫做这个知母。那这个就是建立在这个前世后世这个轮回这个观念的基础上，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这个轮回这个要搞明白前世来世。如果我们还是半信半疑前世到底这个有没有来世，有没有前世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修这个知母念恩呢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知母然后就是知母这个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去回忆母亲对我们的这种恩德对我们的付出这个就要去思考思维，这叫做念恩然后呢，就最后一个就是报恩那既然母亲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在也应该就是光是知道这个还不够应该报恩那这就是三个，这前面的这个知母念恩报恩这三个是基础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就修这个其他的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前后一共加起
来的话，那就是有7个这个环节啊，7个环节，7个阶段。前3个就是知母、怜恩、报恩啊，然后就有这个7个，这叫做7支因果啊，因果这前后都是因果，前面都是因，后面都是果，然后通过这个7个因果的修法来修菩提心啊，这是一个方法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是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当中啊，应该是这个最广的，就是最全面的一种修法那另外一个修法呢，今天我们讲的还不是讲这个知母怜恩啊，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这个另外一种修法。那另外一种这个修法呢很简单它就是还没有知母怜恩这些修法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修，也是可以修这个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修出来了以后呢菩提心就容易了菩提心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方方面面来修这个菩提心这样子的话，这个成功的这个概率就是比较高，那成功几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这些好几种有好几种修法，这些都要学会学会了以后呢，每个修法都要去用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把这个不同的这些修法当中就是如果有一些修法是对自己特别的适合的话，那就是修一种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也可以，也不一定是所有的修法都要去修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介绍的这个修法呢是先不是从这个知母怜恩开始先就是从大悲心开始慈悲心开始但是这个慈悲心平时这个慈悲心如果我们有这个知母怜恩报恩的修法在前面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基础上修慈悲心是很容易的这个是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知母怜恩报恩没有这个基础，然后呢直接去修慈悲心也是可以。从这个从知母怜恩报恩这样子一步一步修的话，那这个就是7个因果的这个修法。如果是直接从这个慈悲心开始修的话，那就是我们中间就开始进入了这个修法的这个前面的这修法呢没有去修就是中间就直接进入这个中间的阶段，然后呢往后修这两个都是可以的一个是轮回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这个搞明白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过去的业力或者是这一生的这个客观的一些原因就是因为父母这个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的这样子的人也是比较多的。那这种人的话，那我们今天讲的这种修法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因为他不需要先去修这个过去这前世来世，这个先不需要去思考不需要思维，直接修这个大悲心就可以这两个都是可以的。但是比较全面完整的这个修法呢那就是这个7支因果7支因果这个修法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我们往后就会讲。那首先这个修菩提心的话，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四无量心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四无量心
如果没有这个四无量心没有四无量心，那这个菩提心是没办法修成。所以修菩提心之前是必须要修四无量心。然后这个四无量心四个都一个一个的修这是最完整的。简单一点的话呢，就是只修这个慈和悲或者是只修悲心也可以最好这个四无量心都修那四无量心当中呢，次无量心就是愿天下所有的生命愿天下所有的众生拥有幸福快乐，那这种心愿就叫做慈这个心愿必须要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希望一切众生这个当中就不分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界限信仰的宗族的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界限都打破，然后呢全世界的所有众生不仅仅是全世界全天下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拥有幸福快乐这种心愿就叫做慈次无量心。无量心我们之前呢讲过很多次了，大家应该也记得。那无量心就是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修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这个对这个修慈悲心的这个对象不是几个人或者是几百个人是所有众生也不仅仅是人类就是所有的众生。那么众生是没有数量的，没有数量众生是没有数量，是这个众生的这个数量就是无穷无尽就是无边的无边的，所以就是无量无量。因为这个修慈悲心的对象是无量的众生，所以就是也叫做无量无量心。另外一个呢，它的功德也是无量的。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人只是对一个人修慈悲心那么这个功德呢还没有对10个人修慈悲心的功德。对10个人修慈悲心，那么这个功德呢没有对100个人修慈悲心的功德这样子我们修慈悲心的这个对象是越多，那这功德是越大。那么修无量心的时候呢，这个对象呢就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就意思就是无量的众生所以这个功德也是无量的这个功德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是无量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就叫做无量心无量心四无量心。那么四无量心当中的慈心次无量心就是这样子然后悲无量心悲无量心的话，那就是又是发自内心的诚心实意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远离所有的痛苦远离所有的痛苦，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平时我们讲的离苦得乐，就这个意思。离苦希望离苦这就是悲无量心然后就是希望得乐那这个就是慈和悲就是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离苦就是悲愿一切众生得乐就是慈这两个是最关键了。慈和悲就是这样子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也许偶尔就会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这个离苦得乐这个也就不是很难有些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呢，它是不是很坚定就随时都有动摇有些时候呢，我们就确实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很多时候呢，还是不是这个不是很稳，不是很这个坚定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所以我们凡是没有通过训练没有通过修心的这些慈悲心虽然叫做慈悲心但是都不是不坚定所以这个就变化无常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凡是通过这个训练通过这个修心修出来的这些慈和悲都是不太容易发生变化，至少不会有本质上的这个变化所以平时我们偶尔也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这个还不是很真实的，所以必须要修这是次无量心和被无量心。然后细无量心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轮回当中虽然佛讲这个轮回是痛苦的，但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这个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也并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痛苦绝对的没有幸福快乐也不是这样子轮回当中呢也有幸福也有快乐只不过这些幸福和快乐一个就是很短暂另外一个呢它表面上是幸福快乐，但是呢背后就有很多很多不幸福不快乐的东西那所以这个还这个轮回当中呢还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幸福和快乐。那么当我们发现某个人就是有这样子的幸福或者是快乐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感到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就叫做细无量心，这就是细无量心平时的话我们就看到别人就是日子过得很好或者是各方面都非常好的时候呢，我们普通的人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日子过得好与不好跟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会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这个日子过得比我们好，或者是他自己本身非常好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开始不高兴这个不高兴就叫做嫉妒这个嫉妒呢是佛教认为是最最最严重的五个毒当中一个五种烦恼最严重的烦恼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五个烦恼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频繁的出现所以我们没有修心的人我们看到别人过得很好的时候呢心里特别高兴，这种事情就是很难大多数都是不高兴的就是希望别人不要不要过得比我好就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低俗的非常不好的一种想法但是呢这种不好的想法自然就有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好的这种念头想法，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个造业的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让自己未来就是受痛苦的受委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些，这是没有办法人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细无量心有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嫉妒就不会产生细无量心，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这个日子过得好，或者是学习成绩好等等那当我们发现这些的时候，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高兴，那这个就是叫做细无量心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摄无量心。摄无量心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刚才我们讲的前面的这三个平等的、一样的、同样的希望大家都有这个，都能够离苦并不是有一群人能够离苦就是希望所有众生能够离苦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得乐，希望所有的众生拥有这个幸福，然后所有众生任何一个人看到他过得好的时候呢，心生欢喜这样子，这个就是能够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平等这就叫做摄无量心摄无量心。这四个无量心就是菩提心的前提的条件。所以我们首先要修这个四无量心，然后在四无量心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这个菩提心进一步的去修菩提心。我们之前很多时候也讲过，我们世俗人讲的这个爱心和佛教讲的这个四无量心，还有就是大乘佛教讲的这个菩提心这三个就是三个不同的层次。看起来都是爱心，都是这个慈悲，但是呢它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就不需要再重复了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呢，它还没有达到菩提心的这个水平，但是呢四无量心就是菩提心的基础，在这个有了四无量心以后呢，很容易能够修出这个菩提心这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这个介绍的是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的备无量心的修法备无量心的修法，然后在这个备无量心的修法的基础上修这个菩提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修法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什么是这个备无量心什么是备心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就是这种愿望这种心愿就是这个备心备无量心这个就是备心如果就是希望这个远离痛苦的这种对这种对象只是有一部分人这样子的话，只是一部分人几千几万这样子的人那这个就叫做世俗的爱心世俗的爱心比如说自己的家人朋友这么几十个人，或者是十几个人或者是再多一点的话，那几百几千个人这样子，这个就是世俗的爱心然后这个慈悲心的慈也是一样希望这个对方能够拥有幸福快乐发自内心的这样子心这个希望，但是这个对方并不是所有的生命也不是全人类而是这个一小部分的人，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世俗的爱心世俗的爱心。
如果这个对象是不是这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是所有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类所有的生命那么这就变成了四无量心了四无量心这个区别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的这个悲无量心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悲无量心，然后我们去这个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心里产生这样子的这个悲无量心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慈悲心爱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让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大家知道这个慈悲心是很好如果你有那就大家知道这个慈悲心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没有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慈悲心的人能够变成有慈悲心的人，也就是说没有慈悲心的人的心里有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慈悲心，那这个方法呢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个方法佛教有小乘佛教也修这个四无量心的阿罗汉他们都会修这个四无量心，但是没有这个菩提心有四无量心那大乘佛教然后这个的这个方法那就非常的特别就是修完了这个四无量心以后呢然后紧接着就修这个菩提心小乘佛教呢这个四无量心修完了以后呢这个修法就结束了这个修法修成了就结束了，他没有修这个他不会修这个菩提心但是大乘佛教就是就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去修这个菩提心那这个方法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方法是特别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方法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希望所有众生离苦这种心愿这种愿望这种希望心愿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彻底的了解众生的痛苦就是来自于这。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这样子的话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悲心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如果不是恶鬼道的人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恶鬼道的这个痛苦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不是地狱的人也就没有办法了解地狱的痛苦然后人间也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病人是一个健康的人的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不知道这个病人因为自己不是病人，所以就不知道病人的痛苦是什么样子如果自己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就是因为你不是贫穷的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贫穷的人的这个感受痛苦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知道然后这些都不知道的话那也就不可能有诚心实意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离开这些远离这些痛苦不会有的为什么不会有呢？因为根本就不了解对方的这个痛苦有多严重根本就不了解他们有多严重的痛苦，那也不可能有
那么强烈的这个强大的希望啊，他们远离这个痛苦。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就是一点都不虚假啊，一点都不造作的一个这样子的真实无畏，而且非常强大的心愿，希望他能够离开痛苦。这种心愿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彻底的了解了解这个对方的痛苦，而且深深的感觉到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希望他远离痛苦。我们越是认为这个痛苦是非常严重越能够就希望他远离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然后平时我们所有佛教徒都听过这个佛说轮回是痛苦的地狱什么恶鬼这大家都听过。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思考的话，那这些虽然就是动一点，但是呢都是比较模糊的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痛苦，具体的都不懂。所以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心愿也不是很强大只是很模糊的，就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平时这种仪轨，所有的这些大乘佛教的仪轨都有这个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都是有的那我们也就是平时念念这些字，但是呢感触不深。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轮回当中，但是呢就是这一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福报这一生就是人所以呢我们不了解这个动物的痛苦，也不了解这个恶鬼地狱他们的痛苦都不了解就像我们人间我们刚刚讲的，像富裕的人不了解贫穷的人的痛苦除非他曾经就是一个贫穷的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呢那我们都不了解，那怎么办呢那就佛就是说佛就非常详细的描述了轮回的痛苦轮回的痛苦，人间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六道轮回的痛苦，我们先不说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人间的痛苦生老病死等等，这个人类的4个或者8个不同的这个痛苦，基本的痛苦那么这些痛苦每一个佛经讲的这些痛苦呢，它一点都没有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实实在在这些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自己暂时没有轮到我们的时候呢不觉得那么痛苦，实际上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人，他们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样子佛讲的这些轮回的这些痛苦这个人的这个人间的这些痛苦他把这些痛苦呢一点也没有夸张就把这些痛苦描述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而已没有把这些痛苦夸张，没有把这些痛苦放大只是把这些痛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我们因为还没有到自己的这个头上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太关心这些，不太关心就是因为我们不关心，所以也不太了解这些痛苦有多么的严重所以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平时都不当一回事，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通讯发达了以后呢，这一类的东西啊听得太多太多了，看得太多听得太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像电视、电影这些暴力的这些镜头看多了以后呢，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时候呢，也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感觉，因为之前看的太多了，就跟这个之前看的电视、电影的当中看到的是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感觉上也就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是麻木所以平时我们没有轮到自己的这个头上，就不太这感触不深但是呢实际上这些都是佛不是把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痛苦把它夸张或者是放大去讲根本就不是把真实的情况就是让我们明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去了解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等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一切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还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去思考那这个时候就唯一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佛描述的这些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然后我们去思考人类的痛苦，动物的痛苦也是佛讲了动物的痛苦，主要是讲了3个方面的这个痛苦。第一个是动物这个食物链动物就是相互这个残杀大的动物就把小动物吃掉，这个就是动物的一个最大的痛苦那这个没有夸张一点都没有夸张，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动物大部分的动物当中呢，虽然也有一点点聪明的，但是呢，大多数的这个动物相比之下是比较这个他们的这个智慧就是这个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就是比较愚昧这个就是动物的一个最大的痛苦另外一个呢，动物就是人把动物拿来做这个当这个工具然后就是让动物就受很多很多的苦就是当食物或者是当工具来用这个就是动物的3大痛苦佛经讲的那3大痛苦都没有夸张就是这样子，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子，只是我们平时不关心这些而已如果是我们自己去了解一下，那确实是这样子。佛讲的佛讲了很多很多轮回的痛苦，其实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夸张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首先去了解这些痛苦这个非常重要有些人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心很脆弱所以就是看到了这些或者听到了以后呢，也许有点这个感觉不太好不太开心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自己的这种感受凡是我们内心当中稍微有点不开心的东西我们都会这个拒绝回避我们这个凡夫，我们的普通人是非常的着重非常着重这些感觉特别的看得重肉体上的比如说病痛，然后呢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其实这些痛苦比如说肉体上的痛苦或者是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感觉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很好了就是会折腾我们，但是呢折腾的背后呢他
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收获啊，是就完全不低于我们非常喜欢的、非常盼望的、期待的这个幸福和快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收获不低于这个收获。但是呢，我们根本就不看这个背后有什么东西，我们就看这个当下的这种感觉，然后所以特别的重视自己的感觉，所以呢让我们稍微有点不开心的东西，然后立即就拒绝回避。其实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身体生一点病或者是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当然这个前提的条件是有这个懂得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全人类所有的这个凡夫普通的人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呢，基本上就是一样是一个非常死板的非常教条性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去看一个东西。比如说痛苦，大家都是觉得非常不好是不好的东西一定要拒绝，一定要逃避，不要有痛苦。那这样子但是佛就是让我们学会如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痛苦呢也不一定是有那么糟糕让痛苦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特别的这个重视自己的感觉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去了解一些众生的痛苦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一点不开心那就立即就不想看不想听逃避这个是不对的痛苦只有两种方法，要不就是我们自己亲身去体会感触很深要不就是要去听，要去看，要去了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就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然后就是这个轮回的真相。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才有这样子的想法原来这个每一个众生都是非常的痛苦都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就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远离这些痛苦如果我们不觉得每一个众生很痛苦或者是这种概念是很模糊的很淡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一切众生离苦，这种离苦的想法也是很模糊，也是很淡所以佛就是一直都在讲这个轮回是痛苦我们很多不了解的人就认为这个就很悲观消极其实根本就不是。佛为什么要讲轮回是痛苦佛当然知道这个轮回当中也有幸福也有快乐，但是呢从来都不怎么讲偶尔才讲一讲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些幸福快乐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讲这个轮回的痛苦。那为什么这样？佛没有他本人他不是那么悲观的人他不是那么消极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轮回是痛苦，那我们有收获我们会有进步如果我们一直都认为轮回是很幸福很快乐这样子的话，那自欺欺人然后该发生的到时候会发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方法去面对这些
所以就是佛经常讲轮回的痛苦。但是我们刚才讲了那佛是不是就是为了我们有收获，为了我们有进步，是不是把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个，比如说很小像芝麻一样的痛苦，把它说成是西瓜那么大当然也不是。这个我们刚才讲了，都是事实就是把这些事实给我们描述的非常清楚而已，实际上没有夸大没有夸张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这个有慈悲心的前提的条件，就是要去了解那了解怎么样去了解了解的方法有几种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佛经讲的六道轮回的痛苦。当然地狱我们没有看到过恶鬼我们没有看到过，然后呢天人飞天阿修罗我们没有看到过，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过这个人间的这个痛苦。佛讲的都是这样子一点都不夸张。然后我们看到了动物的痛苦，佛讲的就是一模一样符合事实，完全是正确，一点都没有夸张。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偶尔就也会看到过鬼神尤其是鬼那么鬼就是六道轮回的恶鬼就是属于这个恶鬼这个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能够看得到有些人少数人也就是不是经常看得到，偶尔就会看到这个鬼那这个也是这个六道当中的恶鬼道那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六道当中的两个那这个就佛描述了他们的这个痛苦完全是符合我们看到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以此类推这样子的话，那地狱恶鬼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佛讲的那样子然后我们这是一个方法，我们看佛经去了解这个痛苦，这些痛苦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烦恼和生活当中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佛经讲的这些痛苦。佛经不可能把人间的所有的痛苦都讲完了，这不可能了。这讲了8个比较基本的比较重要的痛苦了，人的8大痛苦。那其他的是不是所有痛苦就这些呢？当然不是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那这些痛苦佛经平时我们自己去想的话就是想的不一定那么清楚佛经就讲的比较清楚主要的这些痛苦呢讲的比较清楚。然后呢通过这个佛经的描述然后呢根据这个思路然后我们自己去了解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原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当中呢，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都是跟痛苦有关系就是痛苦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去看现在就是很方便过去的人就是因为没有这些资料，就是看不到比如说动物的痛苦，我们现在比如说家养的这个痛苦，比如说饲养的这个牛猪然后就是尤其是像鸡这些在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了解这个之前也讲过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些纪录片比如说像地球公民这样子的纪录片，真实的情况给我们看这个也大家一定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动物的痛苦比如说我们的牛奶怎么来的鸡蛋怎么来的，
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冬天非常喜欢穿的这些羽绒服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皮草是怎么来的等等这些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了解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做知道怎么做。不了解是最大的问题了不了解是最大。如果真的了解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环境等等各种的客观的因素，人在一段时间当中变成很冷漠或者是很暴力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每一个人的他的心底绝对是善良的，因为他所有人都有佛心，佛心所以这个如果他知道了很多这样子的非常残酷的这个事情那他一定会做一些调整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事情。不了解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平时我们不太关注这些事情皮草怎么来的，我们如果去关注一下很容易了但是呢，很多人也就没有想那么多平时也就不去想这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因为这些东西虽然是很简单的，但是呢这个思维的方式还是要有一个人来指点他指点让我们去怎么去思考应该去怎么去想，应该去看什么平时我们缺乏了这种指点所以很多东西呢就忽略了，都不知道所以就没有这个背心不容易有这个背心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去看就是我建议大家去看这个地球公民这个纪录片，还有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他们拍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纪录片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这个20年前就是看这些也是感触非常非常的深感触非常的深，甚至是很多时候看超过了看很多的书的这个能力效果超过了看书看佛经的这个效果。当然这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看过佛经的人和没有看过佛经学过佛的人和没有学过佛的人，两个人同样看一个纪录片，那感觉是肯定是不一样这个思维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当然是跟佛经是有关系了如果是没有佛经的话，那就是跟大家一样看了就看了，不会有什么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学了佛，就是有这种思路了，然后再加上看这个真实的东西然后这个感触是非常深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拍的这些动物的镜头我们平时也在这个电视台上面经常都能够看得到这些画面这些节目都大部分都是他们拍的然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去看然后像这个地球公民这样子的这个纪录片也是很血腥然后呢一定要这个鼓起勇气去看，否则的话这个是看不下去的看不下去。但这个必须要看，必须要了解去看然后呢多了解一下这个电视台这个比如说中央台的第9频道这个就经常有播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大家应该去了解这些动物的相互这个残杀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动物的这个
繁殖后代还有就是等等这些方面呢，他们要付出很多很多这个都要去了解然后人类的痛苦这些都要了解。佛经就认为佛经认为，如果人没有了这个无明然后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动物但是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无明所以人什么东西都就忽略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出那么这个无明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的，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是无明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细节，那么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考虑他的生活应该怎么去过应该怎么去回避拒绝这些残酷的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考虑的但是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不去想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不明白不明白，所以这个不明白就是无明因为我们大家有无明，所以就是这个最后呢慈悲心呢等等这些都修不起来，就是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比如去了解动物的这个痛苦了解轮回的痛苦，那这虽然不是证悟空心的智慧虽然还不是证悟空心的智慧，但是这个了解明白也是一种智慧也是智慧。然后这个智慧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慈悲心。任何一个人再暴力的再怎么样的人，他一世就会有这样子各种各样的原因人就人会变得很暴力无情这样子。但是呢就任何一个人他都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如果有机会静下心来去思考的话，那他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他的这个内心当中都会产生这个希望这些众生离苦的这种心愿他们都会有的自然就会有更何况我们刻意的去修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了解众生的痛苦一定要去这个了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前几天在网上就有一个这个大闸蟹大闸蟹它也就是这个求生的这个欲望是相当的强烈，它也不想死呀就是他把他两个这个钳子夹在这个锅上面，然后他身体就不像掉在这个水里面这滚烫的这个开水里面就是这样子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都是这样，都是怕死，都是求生这样子。但是我们平时不太关心这些不关心呢，就是因为我们愚昧无明所以就是不关心。如果稍微关心，稍微去想一想那一下子就明白一下就是所有众生都是怕死都是求生求生的欲望跟人是一样跟我们自己是一样。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思考一下，然后很容易就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样子的痛苦这种想法是很容易有的很容易有就是因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把一辈子就看到了特别多，听到了特别多，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那是这个思路不对思路不对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去了解根本就没有去想他的这个对方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子，就从来没有去想过所以比如说很多人就是可能是一辈子
吃了这个大闸蟹但也许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大闸蟹就蒸到这个锅里面然后水煮开的时候，就是这锅盖都翘起来那这种感觉，我们肯定是很多人没有去想过锅里面蒸的这个大闸蟹的痛苦感受是什么样子。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想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然后就把活生生的鱼就是扔到这个滚烫的油锅里面但可能也就没有去想过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如果去想去思考那就很容易发现这些都是不对的很容易的所以佛就是要求我们就是正视这个轮回的真相佛也没有要求我们把不存在的这个东西说成是存在的刚才我们讲把像芝麻这么小的痛苦就说成是西瓜那么大佛也没有这样佛就是希望我们正视轮回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那了解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一个就是轮到自己的身体上的时候这是一个，但是这个希望不要这样，这个时候呢都来不及了那另外一个方法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通过佛经去思考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些通讯这比如说像电视还有个其他的通过这些去看听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了解到了。那了解了以后呢，再去思考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去了解，第二个看到了听到了了解了以后呢，再去思考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环节，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一种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去思考，如果我是这个动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大闸蟹不想把自己的身体掉在这个滚烫的水里面，把两个钳子夹在这个锅口锅上面就倒立起来的这种虾如果是我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就是要去这样去思考然后就是把扔到这个油锅里面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鱼，如果是我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了。设身处地就是用我们佛教的话讲自他相换如果是我是这样子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什么样的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就这么去思考。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更加的就了解到了对方的这个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比如说那么比如说是我那我会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恐惧会有什么样的痛苦，这些都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第二个思维方式。第二个思维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些鱼大闸蟹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动物世界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非常非常残酷的这些情况这些事情如果虽然不是我但是呢，我们所有众生都是一样是什么？是哪个方面一样呢？所有的众生凡是是一个有情众生的话，那么大家都是希望自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痛苦
不要有任何的痛苦，不想面对任何的这个痛苦。这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所有的生命都希望自己拥有幸福自己过得快乐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快乐，希望自己没有痛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全世界全天下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是一样。从这个角度，佛教就讲众生平等众生平等。众生平等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并不是说六道轮回都是从哪一个角度都是一样，当然不是一样，当然不会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讲人难这个下满的人生是非常的珍贵，非常宝贵那其他的动物我们平时没有这么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这么的平等。平等是从哪个角度讲平等所有众生就是求生怕死希望这个追求幸福就是拒绝所有的这个痛苦。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条生命都是一样，都是一模一样。那么既然大家都这样子大家都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话，那么比如说我自己非常的希望这个拥有幸福，没有痛苦，大家都这样。那这样子的话，我也就希望他们也就希望能够离苦希望能够得乐这种我们设身处地或者是这种自他相反的这个思维稍微深入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希望就是平时我们希望自己拥有幸福自己离苦得乐一样对其他的生命自然而然就会希望他们也能够离苦得乐。这种这个心愿自然就会有的自然就会有。所以这个悲心慈悲心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话，其实不是很难因为这些道理都是非常的简单我们用的这些理论全部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这些情况就是没有用任何的神秘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甚至是这个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没有办法真实的这样子的东西没有用到这里我们用的这些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无论是人或者动物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真实的情况来分析思考。所以这个只要是一个人就能够会有体会的，一定这个会有体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思维的方式首先必须要大家明白然后呢花一点时间去思考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修了半个小时收获特别的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变化有些时候呢修了5天6天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特殊的感受都没有关系修心修心大家必须要明白修心我们就是要看，就是必须要有长远的计划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过程，这并不是1个月2个月1年2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1个星期或者2、3天没有进步，没有收获，也就不等于没有收获了。然后呢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内
有很大的收获。那今天有收获呢，明天也就不等于明天有这样子的收获。所以就不要看眼前的这些收获，或者是眼前的一些失败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坚持然后这个走的路没有错走的路没有错，然后能够坚持，这样子的话，那暂时是什么样，目前是什么样子都不重要，都没问题一定会有收获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的基础慈悲心的理论是这样子。然后具体的修法这是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比如说毗卢七法呀、排除无期等等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就静下来静下来，然后就观想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动物在我们自己的前面那这个要观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动物呢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听到过的这些比较残酷的这些事情当中自己认为是最痛苦的最残忍的、最残酷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或者是动物身上我们这个就是去年都有这个朋友圈都在发一些这个视频比如说狗活生生的狗就扔到这个滚烫的水里面然后呢有些小牛就是因为这个小牛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其他原因就动不了那然后就是用这个煤气用这个火来活的烧然后狗吊在树上，然后呢用火烧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视频前2年那这些事情大家想想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的痛苦的如果要吃如果要杀也得应该人道一点才是对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残忍的方式来这个折腾这些动物呢但是人就是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人的心底是善良，但是呢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底是善良但没有用，很多时候人也可以变成这样子，就是根本就没有感觉的，没有感受，没有不懂得考虑对方的感受的人也可以变成这样子这些视频很难看得下去，但是呢一定要坚持看完看完了以后呢，到时候我们去打坐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修心的资料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现在静下来去观想一个就是有一条这个小狗就是就一个很大的一锅滚烫的水扔到水里面那小狗狗就是晕倒了以后呢，那些人就以为是死了拉出来了以后呢，这狗身上的毛全部就脱掉了然后几分钟以后呢，这小狗狗又醒过来又跑掉了然后呢，那些人又把它追回来这个视频我想你们应该看过了，我都看到就是这些非常不人道是国外是这个动物它有动物法不可以这样子的
比如说这些家养的动物，这个饲养的这个动物啊，它是用来吃的啊，但是呢，在宰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是不允许这样子虐待啊。如果这样子非常不人道的这种虐待，那这是犯法的啊，犯法。就是人类一直都是这个吃动物啊，但是呢，就是希望这个宰杀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稍微人道一点啊。这个是至少人是应该可以这样子啊，能做得到。为什么要这么这个残忍的方法呢？这个真的是非常不能理解，没有办法理解的啊。那这些我们先就不批评这些，我们先把这些视频看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静下来去先把这个画面就显现出来先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把这个画面显出来然后就去想非常清楚的去想，这是第一步了第二步开始就是思考思考思维，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我是这个小狗狗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然后就是去思考这是第二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是什么样子或者是我老爸老妈那会是什么样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儿女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是非常爱的如果是他是我的孩子儿子女儿是那会有什么样的会什么样的感受就这么去思考这样子思考的时候那就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感触是非常非常深否则的话我们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去看一直都看电影看戏一样的去看，那这个我们心里很害怕恐惧但是这个慈悲心呢，那也就是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思维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思考，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什么呢这个时候必须要这个思维呢必须要反复的去思考到有感触很深刻的影响的时候深深的体会到很痛苦或者很恐惧为止就反复的去思考，然后有了这个感受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第二个思维。第二个思维是什么呢虽然这条小狗狗也不是我，也不是我老爸老妈儿子女儿都不是但是刚才我们讲过了，无论是人或者是狗换任何一个有情众生的身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是跟我们人类是一样他们的这种恐惧然后就是这种求生的这种欲望还有就是这个痛苦这些都是这个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样有些人会说这些小动物是没有感觉，完全是胡说八道西方像笛卡尔这个时候西方认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哲学家，连他都说狗是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的就像闹钟一样，比如说闹钟我们上闹钟这个它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它会响但是闹钟它没有感受，它没有这个意识动物是没有意识的，动物是没有知觉的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思想诞生了以后呢，把很多的这狗活生生的就是动手术就做这样子的实验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非常这个残忍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
科学家绝大多数科学家也在这个方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科学家也觉得动物是有意识的动物是有意识的，跟人一样，而且有些动物的像海豚这样子的这个动物，它的这种智慧都比一般的动物还高。它不仅仅是有意识，还会有这个智慧这样子。但是几百年前就是人类就是非常的自私，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有些时候这些所谓的学者所谓的这个思想家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非常不符合事实的逻辑来把真实的情况掩盖然后呢让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就是就是在动物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现在也是很多人会说这小动物是没有小动物是没有知觉，有没有知觉谁知道呢？我们也没有当过小动物，凭什么说它没有知觉呢？从我们的这种观察的话，那我们深深的就体会到，他感觉到知道他是有这个知觉，为什么呢？他们对这种求生怕死这个就是从外表上看跟人是一样那么既然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说没有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知觉呢？这就是跟早期的时候说所有动物是没有意识，所有的动物都是没有知觉的，这种说法是一样都是不对的。所以所有的生命所有的这个众生都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求生怕死这样子的这个心愿都是有的都是一样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这个思维第二个思维。然后最后一个思维呢那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子求生怕死，希望拥有所有的幸福快乐，然后就是拒绝一切这个痛苦大家都是这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生命都是平等平等都是一样。那既然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能只考虑我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我得希望所有众生离苦所有众生得乐那这是第三个思维第三个思维。然后我们一个观想三个思维，大家要记住一个观想是我们就是看或者是听最好就是去看这些动物，或者是过去的这个战争的这个纪录片等等那么这些我们先去看先去听然后呢就是把这些画面就想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一个观想然后三个思维观想好了以后呢进行思考然后一个观想三个思维，最终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样子的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远离一切这个痛苦既然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这么求生怕死，那这样子的话，那他们都跟我一样的话那我自己是这么这个求生怕死的人希望拥有这个追求所有的这个幸福快乐拒绝一切的这个痛苦，那大家也是一样所有的众生也是一样，跟自己是一样这个设身处地的这种思维方式稍微我们要深入一点的话呢，自然而然就一定会有希望所有众生能够这个远离痛苦
希望所有众生拥有幸福快乐，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这个升起了，那么我们就有了慈悲心和慈和悲这两个有了。那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要扩大范围首先是一个我们刚才观想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那现在呢不是一个，那现在就是把这个就再扩大以后呢最后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一个都不例外，所有众生都是一样。最后呢，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都能够得乐最后就是会得到这种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是慈悲心慈悲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了。但现在还不是菩提心只是慈悲心。然后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就是现在有一点点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种苗头然后呢就是要培养进一步的不要让它消失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我们的这个非常黑暗的这个内心世界里面好不容易就是有一点点光的时候然后呢一定要把这个光把它留下来不要就是像闪电一样立即就会消失那这个就是怎么样留下来，那就是进一步的去思考，进一步思考以后呢然后最后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种心愿这种愿望就到一定的时候现在它只是一种心愿，这是一种愿望而已我希望大家怎么样，我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希望而已。但是它发展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我就是一直都这么希望虽然很好，但是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呢我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希望和发愿和愿望这个层面，我得去做做什么呢？就要去做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件事情我应该有一些实际行动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永远都是希望怎么样愿怎么样，这个虽然是很好这个心愿是很好，但是呢它是没有什么实际行动那我应该有实际行动我真的要去做一点事情他一定会这样子考虑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这个思维的这个成熟或者是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一定会是先是不了解后来就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呢不在乎的时候呢，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思考了以后，就不能不在乎了，在乎了以后呢再就继续思考，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然后就一定会说那我就应该去做点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一定会思考，那我应该去做什么？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然后就会发现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能做的很有限那怎么办呢那然后就我们会发现如果我能够成佛那这些事情都是一定就能够实现那所以我要得成佛我得成佛，为了一切众生我要成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这个慈悲心就是上升到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层面这时候就有菩提心了但是首先是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呢，慈悲心再把它变成菩提心啊，这样子。实际上这个不是很难啊，这个理论也不是非常的简单啊，理论是非常简单。然后呢，这个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啊，再重复一下，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引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啊，全部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真实情况啊，所以呢，我们都很好理解啊，都是很好理解，只要去思考一下啊，只要去往这个方面去想啊，很容易想得通啊，很容易想得明白啊。然后呢，从爱心，然后就是到慈悲心，然后从慈悲心再到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健康的人啊，心理健康的人，或者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种思维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啊。规律都是这样，任何一件事情啊，除了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以外，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啊，它就是会从不了解从不关心到了解、关心然后从关心到有实际行动先是关心但是没有实际行动然后呢，从关心到有实际行动这个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子吗？所以菩提心也就是我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关心到关心然后呢，就是从没有实际行动到有实际行动然后就是实际行动怎么样实际行动怎么样才能够有实际行动方法是什么然后就发现成了佛才能够，这些都是可以然后我们最终就决定我要成佛了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菩提心有了。为什么呢？我想成佛为什么成佛呢？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就是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要成佛，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动力大乘佛教的这个基础大乘佛教的这个精华灵魂都是这个。所以这个一步一步这个思维的方式理论上非常的简单修起来的话呢，有些时候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修法，有些时候呢确实修了好长时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看似乎就是很难的样子单独没有关系，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都没有问题，这都是临时性的阶段性的只要能够坚持就是一定会有这个菩提心的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个当中首先大家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当中先修慈悲心然后就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如果想有菩提心往下修，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就是先我要有一种这样子的心愿我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呢，这个再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呢，才让我有实际行动如果我现在连这个心愿、这个愿望这个希望都没有，我没有这个心愿让一切众生怎么样，我不希望一切众生没有这个希望也不是不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愿，连这个心愿都没有，连一个标准的心愿都没有，更何况是有这个实际行动呢？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先是有这个心愿先是了解然后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一步一步，先是了解，我们看读这些都是了解的过程。了解完了以后呢，也不一定很关心
所以我们把自己当作这些大闸蟹，还有就是油锅里面的这个鱼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惨无人道的这些把自己当作这个时候我们从不关心到关心开始关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然后我们就参与进来了然后开始关心了。那么关心了以后呢从不关心到关心从不了解到了解，然后关心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思考再去思考以后呢，我们就会有这种平等的这种观念所以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都跟我一样大家都是很怕死，很求这个贪生，然后大家都希望拥有这个幸福，都不愿意有这个痛苦。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呢跟自己是体会到大家都跟自己一样的时候然后我们心里就开始有这种心愿希望大家都这个离苦得乐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心愿，但是没有实际的这个行动然后我们的内心当中还没有一个这个很标准的这种心愿愿望那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行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还谈不上菩提心，所以先要把这个慈悲心修好所以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当中首先他没有讲菩提心，就讲四无量心就是说如果连四无量心，连这个慈悲心都没有，连这个心愿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这种想法都没有，更何况是有什么实际行动呢？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先是修这个慈悲心然后呢如果慈悲心修的标准这样子以后呢，后面的这些就自然就会会出现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平时讲这个慈悲和智慧后面的时候就需要智慧了。那我想帮助所有众生我想是让所有众生成佛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怎么样这个实现我的这个心愿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选择，那选择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慧这个时候就需要智慧的选择智慧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要成佛了成佛才能够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要成佛这种想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内心当中不可能天天都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每一次修菩提心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这个是不太早期的时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的内心当中只要有一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呢，然后明天后天我们找不到这种感觉根本没关系，已经成为菩萨了已经有了菩提心了这个菩提心已经是一旦升起了一次然后呢它就会存在的都存在虽然不是明显，但是存在所以从此以后呢可以说是菩萨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花这个半年的时间来修但在半年的时间当中呢，也许有一些菩提心也许根本就没有修出来，但没关系那半年没有这个修出菩提心，那我们可以继续修这个是一定要有标准的菩提心为质一定要修下去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修这个菩提心的方法当中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因为它这个前面的这个知母莲恩报恩这些都是没有的就是直接从慈悲心开始
这样子也可以啊，这样子也可以。那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啊，所有的这个朋友圈里面都发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照片啊，但是真正需要的就是知母怜恩报恩的这个心啊，有这个心才叫做报恩啊。然后呢，没有这个心啊，那我们平时都不关心父母，就是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个照片有什么用呢？啊，去年就是有一句非常好的话，就是很多人说啊，今天是母亲节了，今天可能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孝字啊，但是我们的父母呢不在朋友圈，我们的父母在家里，应该到家里去看看他们才是对的。这个说法真的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平时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也不关心发一个照片，这就是变成了一种时尚啊，是一种流行的一个做法而已。实际上就是知母怜恩报恩啊，这些深入的去思考，然后呢再去这个从发自内心的修这个菩提心，让把所有的众生都变成了自己的父母那样子那这个当然是不是很容易了。如果真的要达到这种水平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就是需要一定的功夫才可以但是最终这个完全是不是不可能的，完全是可能的大乘佛教的这个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学佛就有3个目标了。第一个目标是出离心，第二个目标就是这个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每个人的每一年，我今年要完成多少的这个数字就是要念多少遍这个咒心咒，或者是念磕多少头，我们的这些目标全部都是量的目标都是数量的目标，要完成多少实际上我们就是需要质的目标，就是我这一年要把这个菩提心修出来这就是我的目标这一年我要把出离心修出来，这就是我的目标。那这些目标才是真正的目标这些数量的这个完成这个也是需要的也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都不是最重要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去思考，这个里面的逻辑都是非常的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清醒逻辑是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复杂然后呢讲的全部都是事实就在讲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情况，我们就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菩提心理论上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修法，但是呢确实是这些理论上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些时候呢思考自己的这些这个修心去自己去检验的时候然后有些时候呢好像是有菩提心有些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菩提心，就是一直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模糊的这个状态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实际的修法去修，最终让自己一个交代确实我有菩提心很清楚很明显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心就是有效果有成果了好，这样子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呢现在只有5分钟的时间这个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就可以问，但是我想这个菩提心的关于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这方面呢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疑问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问5分钟的时间。好，顶礼上师。弟子是慧灯禅修班的学员，刚刚查出得了癌症，想请教上师2个问题。第一，请问上师，如果生命的时间不多了，可以重点修什么法？方便的话请上师传法。就癌症的话就是也不一定这个生命的时间那么短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也要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人的心情，尤其是对人的心情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各方面都有关系。如果是比如说打坐啊、修心啊，心情能够放松，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生命有可能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是不一定的。这些东西呢，真的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个癌症大家都是非常的害怕是癌症也是就是目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疾病但是呢也不是像医生说的这样子3个月5个月，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虽然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呢自己不去太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恐惧，然后能够心情放松尽量的去打坐行善，尤其是修这个菩提心、自他相还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活很长时间呢这个都不是我们讲的，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有这样子的例子，所以这个跟自己的心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首先第一个就不要害怕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那虽然是说不要害怕，但是呢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做这个准备大家都一样的。这个比如说某些人得了癌症，某些人根本没有得癌症，但是说不定没有得癌症的人就比这个得了癌症的人更走得早，走在他的前面，这个都有可能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呢，做好准备的话呢，就是做什么准备呢？当然这个最好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菩提心自他相还然后呢病苦转为道用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了，这些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方法。然后呢再去了解临终的时候的一些方法这个要去充分的去了解临终万一我真的要面对那应该怎么去做就是把这个中阴的这个临终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方法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中阴的这些方法就是包括这个破瓦法的修法等等这些都是现在都来得及这些都要做好准备。那就是主要是这些吧。他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弟子有意愿出家，什么时候可以出家？有因缘出家的话呢，当然随时都可以出家了但是呢有没有因缘呢也好好考虑。比如说就是因为得了病然后去出家的话，那这个动机呢发心也就是不一定很纯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出家的话也未必是很好。我们我们很多绝大多数人的对出家的理解就是这样子，就是要不就是失恋了离婚了，要不就是这个生病了反正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去出家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子就是当然如果有这个因缘的话，那比如说他临终的时候就出家了就穿袈裟，然后受了戒，那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走的话，因为他刚刚出家，他的戒律呢肯定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非常的清净的戒律这样子走也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了。但是有没有这个因缘呢，还是要自己要去这个观察如果是比如说家里就所谓的因缘呢，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决心然后就是家里人比如说父母儿女大家都能够同意并且支持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叫做有出家的因缘了这些都具备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就自己看情况。
好，最后一个问题。上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发的菩提心，以华严经里的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的菩萨发的菩提心有什么不同吗？所有众生的菩提心，比如说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发的时候呢，还是刚刚开始这个发初步的这个菩提心，有可能是圆菩提心，还不是这个行菩提心。然后华严经的这些具体的内容呢，我得要看一看但是这些都是菩萨的这个比较境界比较高的这些菩萨的这个发心。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菩提心要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可能要不仅仅是发菩提心，而且要修菩提心。修菩提心可能会逐渐的要达到这些层次了但是具体的这个如果一定要知道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内容再回答。好，感恩上师开始。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回想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功德回向给所有众生我们这次的这个菩提心的课还有到时候会通知，还没有讲完，还有就是大概就是有一到两堂课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完了今天的课，就把今天的课的功德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所能得一当知肉巴尼东里尼别扎那巴些铁杆那杰瓦罗这巴伊这边做连着周二修我们红班赞个热巴马色的我们红班赞个热巴马色的我们红班赞个热巴马色的红阿弥陀佛。